嗨，大家好。对于腾云工程，本频道此前并未提及，不过近期却出了一个大消息。11月25日，在武汉举行的第7届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航天科工集团展现了腾云工程圆满完成了我国首次液态火箭冲压组合发动机模态转换的首次飞行验证，可谓可喜可贺。因此，很多人将今年多次试射的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包括过于先进不便演示的，也包括外媒率先爆出我们却讳莫如深的这么多次试射，一股脑的都塞给了腾云工程，这就有点乱花渐欲迷人眼了，搞得大家也是一头雾水。实际上，包括今年和去年在内的多次可重复使用飞行器试验，是来自航天科技和航天科工两个不同单位的不同项目，而这次的腾云工程刚好是来自航天科工，这个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为了要搞清楚这几次试射和腾云工程的关系，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航天科技和航天科工到底有什么区别。本来两家公司来自一家，就是1956年10月成立的国防部第5研究院，后来的1999年分家，就有了现在的航天科技和航天科工。这两家企业的分工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把人送上天，一个把人送西天。航天科技主要研发范畴包括我国的运载火箭、载人飞船、空间站、深空探测等等。大名鼎鼎的长征系列火箭、神舟飞船、长河探月工程、天宫空间站和北斗卫星等都是航天科技的杰作。而航天科工则主研中近程战术导弹、巡航导弹、反舰导弹、防空导弹和反导系统等等。看起来一个对象是自己人，另一个的目标则是敌人。当然也并不绝对，航天科技也有军用产品，比如洲际战略导弹等，而科工也有放卫星的火箭，比如快舟系列运载火箭，不过比较小众，也不太出名。总体来说，航天科技的产品偏民用，而且显得高大上一点，航天科工更偏军工，而且保密性极高。怪不得科工内部人员自嘲，人家干的是光明正大、扬名立万的事，我们干的是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的事。人家的成功人士能立刻在媒体看到，我们的成功人士只能在未来的历史书中查到。两家企业的性质一目了然。其次，我们经常听到比如某某项目来自航天几院，这个航天几院可能属于航天科技，也有可能属于航天科工。我在上学的时候也弄不太清楚，这边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很多网上的介绍说航天科技下辖共8个院，我查了一下，实则为9个，很多都没有把2016年最晚成立的12院计算进去。航天科技从1院到12院，除了2、3、10没有，共9个。1院主研长征系列火箭，5院则是航天器，例如我国的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和第一次载人航天的神舟5号都来自5院，而且地处北京。8院是在上海，代表作是风云系列卫星。这几个院都是应届生通常选择的重点，没办法，都想去1线城市嘛。4院这里着重提一下，为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去年曾成功研发出国产新型组合动力发动机，这个跟腾云工程有关，后面还会提到。航天科工共有7个院，其中1、4、6、7与航天科技编号重合，如果未来要找工作的朋友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其实这些编号尽管略显混乱，但院所都是有自己名字的，比如航天科技1院的全称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而航天科工1院则为中国航天科工信息技术研究院。之所以编号，是因为这些院所都涉及到我国的军工产业，以前为保密防谍起见都做了统一编号，现在逐渐透明起来。甚至很多偏军工类的高校里面的院系以前都是用阿拉伯数字代替的。好，经过上面的介绍，大家应该对科技科工有所了解。看起来媒体上经常高调宣传的大国重器或者航天事业取得的各项成就，大多都来自航天科技了。没办法，科技成功了说出去那叫宣传，科工成功了说出去那叫泄密。去科工的都是默默无闻的理想主义者，看来是时候给宝宝们涨涨工资了。回过头来说腾云工程是在2017年航天科工集团首次展示出来，并宣称要在2020年前完成中国首架可以水平起飞、水平着陆，并且可以多次重复使用的空天往返飞行器。注意水平起飞4个字。紧接着2018年央视就曝光航天3院正在研制一种可用于天地往返运输、可重复入轨的腾云工程，既可载人也可运货。而经过上面的介绍，航天科技是没有3院的，所以看起来腾云工程是一个妥妥的科工项目了。不过此后就再也没有关于腾云工程的官方消息了。那很多人就会问了，很多媒体不是说这次腾云工程宣布成功，指的就是今年试飞的过于先进不便演示的运载器，
和外媒独家报道的环球航行的超音速武器吗？我们仔细来看这两篇报道。2021年7月16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制的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准时点火起飞。注意，这个运载器来自航天科技医院，跟科工的腾云工程完全没有关系。而且我在此前也给大家介绍过，航天科技这个运载器是可重复使用天地往返系统的第一级，也就是图中的第二种方案，背部还背着一个二级。而且科技的方案是采用垂直起飞，并不是科工腾云的水平起飞，这是两个项目最明显的区别。正是因为起飞方式的不同，两者在发动机的选择上自然也就不同。航天科技的垂直起飞方式，发动机的选择自然相对简单，一、二级均可采用已经成熟的火箭发动机。一级载着二级抵达临近空间后分离，二级火箭发动机启动抵达近地轨道，一级做抛物线运动，并通过空气动力滑翔，最终水平降落在机场。这个此前已有过介绍。而航天科工的腾云想要水平起飞，并可在临近空间达到高超音速，甚至还有说法它能一级入轨，自然单一发动机就无法做到了，需要组合型发动机。水平起飞需要喷气发动机，但到了临近空间，由于空气稀薄，喷气发动机就不行了，需要冲压发动机，而且一旦超过临近空间进入太空，就需要火箭发动机了。所以科工的腾云工程需要结合这三种发动机的机制，这绝对是前无古人。美国曾经在 SR-71 黑鸟上尝试过涡喷加冲压发动机的组合，被证明可行，但冲压加火箭发动机全球都没有先例，因为火箭发动机外形与前两者完全不同，工作原理和工作参数差距巨大，而且火箭还要额外携带氧化剂。如果是液态火箭，冲压进气口吸入的氧气也必须在喷射盘注入。如何让空气和火箭氧化剂合理使用同一管道，是该组合体的关键。而且后面还要喷气、冲压加火箭三种组合，这一听就是个巨大难题。反正美国人是没有做到过。那么腾云工程发动机的重担最终落在谁的肩上了呢？没错，就是刚才提到的航天4院，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这里可能有个疑问，明明是科工的腾云项目，怎么还由航天科技的4院提供发动机呢？这其实也没什么，作为专门研制航天动力的4院，客户来自科工也很正常。是说4院就只能给航天科技提供发动机呢？那么这个组合发动机航天4院做的怎么样了呢？去年9月，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就发布了一则某组合动力发动机首飞成功的新闻，但并未公布具体组合内容。到底是喷气加超燃，还是难度更大的超燃加火箭发动机呢？报道配图除了沙字什么都没有。不过在今年武汉举行的航天高峰会上，我们终于找到了答案。这是航天科工的官方微博在本次论坛上公布的科工五云一车项目的最新进展。在腾云工程的段落可以清晰看到，135圆满完成了我国首次液体火箭加冲压组合发动机模态转换首次飞行验证。而今年为145的首年，所以这个首次飞行验证肯定不是在今年。进而推估，去年9月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公布的某组合动力发动机，应该就是冲压加液体火箭这一高难度组合了。同时也间接否定了诸多媒体所引述的什么美媒率先曝光今年8月中国试射的高超音速武器就是腾云工程云云，这种说法实在经不起推销。首先，最先爆出来的《金融时报》是英媒而不是美媒。其次，那篇报道明明就是说用的是长征2号丙火箭，我在我的视频中也做了印证。长2丙可不是用来验证组合动力发动机的，如果说验证上面的2级航天飞机，倒也勉勉强强。不过这其实并不是腾云工程的难点所在，而且去年9月4日由长征 2F 火箭发射成功的可重复航天器也已经验证过了2级，它既可以用于科工的腾云，也可以用于其他可重复的飞行器，当然指的就是航天科技了。所以很多媒体以此为依据开始一顿分析猛如虎，显然是跑偏了。尽管8月的那次试射不能证明就是腾云专属，但9月的一次事件却引起了我的关注。这是今年9月2日鄂尔多斯上空出现的奇景，也被很多民众拍到。当时鄂尔多斯气象局说这是飞机航迹云反射夕阳光所致，随即就被网友吐槽，我们又不是没见过黄昏时段的飞机，民航客机是无论如何没有这种速度和轨迹的。当时还有人说是见到了 UFO， 确实蹊跷。不过现在我们换另一个角度思考，鄂尔多斯气象局也许并没有说错，他又没说是民航客机，而腾云工程的1级也是个飞机啊。
那么会不会是航天4院对于这3种组合发动机的又一次试射呢？不排除这个可能，我想未来应该能找到答案。提到未来，航天科技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由于是采用垂直起飞、水平降落的方式，相对简单，而且1级、2级均已被分别验证成功，所以预估将会很快与大家见面。而科工的腾云工程难点在于发动机，尽管航天4院已经在冲压和火箭发动机的组合上取得历史性突破，不过3种动力组合体的研制、飞行器的试飞以及发动机稳定性的验证都是难啃的骨头。航天科工预估的2030年也许是合理的时间。至于未来如何，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